大家晚上好，欢迎大家观看我们普德中医馆的周末养生堂，我是张世豪医师。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有关的课题，就是我们如何用小儿推拿的方法去治疗烦人的小孩子的咳嗽。我相信如果有孩子的父母的话，常常都会觉得很困扰，因为小孩子的咳嗽反反复复，而且也找不到原因。在这里一些的点子，我想和大家分享。我们认为呢，小孩子咳嗽的主要原因主要是肺湿宣疏，肺气上逆，就是说我们的肺气应该往下走的，反而往上了，逆行了，所以这个会导致小孩子不断的咳嗽。所以我们其实可以通过小儿推拿一种力学的性质，然后经络穴位的刺激，从外达内的一种治疗方法。在临床我会把咳嗽分为3类，第一类就是发烧咳嗽或者发烧后咳嗽，我归纳为第一类。第二类，咳嗽没有痰，归纳为第二类。第三类，咳嗽有痰。这3类其实每一类它的那个咳嗽的模式都是不一样的，它的原因、它的治疗方法都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来说说发烧咳嗽、发烧咳嗽或者发烧后咳嗽，这类型的咳嗽其实都与发烧有关。发烧我们常常会认为是阳热太盛，所以在治疗上，只要我们把这个热发散了、解决了，这样它这个病情很快就可以得到控制了。所以在小儿推拿的治疗手法上，我们应该以清热解表为主要的手法。然后以下有几个图片，就是那几类的手法：清肺平肝、清天河水、逆运内八卦、点揉天突。然后临床发现呢，这类型的咳嗽其实只需要1-2周的小儿推拿的调理，基本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与改善。第二种，咳嗽没有痰，这种我们叫做小孩子干咳，所以没有痰，是属于一种肺燥伤津的一个表现。它的原因主要在于这个痰液粘滞，就是在我们的气道上不容易排出来，所以小孩子会觉得，我的咽喉有异物感，有不好的感觉，所以才会不断的咳嗽，来想要把这个痰排出来。所以我们治疗的手法就在于滋阴润燥，所以这类的治疗手法我们可以有清肺平肝、清天河水、水底捞明月、按揉2人上马，这些都是一些治疗的一些手法。第3种，我们也是会发现，这个小孩子常有的比较普遍的就是咳嗽有痰，然后它的表现就是小孩子睡觉的时候呢，他的呼吸音很粗糙，或者咳嗽很剧烈，甚至会呕吐。然后我们发现这小孩子的食苔是比较厚腻的，那大家就会问题，这些痰是从哪里来的，对吧？这些痰其实从3个管道来的。第一个就是小孩子脾胃消化不好，然后他的水液的代谢有障碍，所以它会变成痰。另外一种就是小孩子的体内有热，把这个津液灼伤成痰。第3种可能跟我们的周围的环境有关，烟霾里面的一些固态颗粒，当小孩子吸收进去过后，也是会变成痰。所以这个咳嗽本身就是一个排痰的反应。所以在这个治疗上呢，我们不能让这个小孩子止咳，反而我们更应该要注重的是化痰和排痰。所以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排痰的手法，我们叫做抱肚法。还有一些小儿推拿的叫做按揉板门啊、顺运内八卦，还有点按小孩子的3凹。3凹就是指天突还有缺盘。所以总结就是说，小孩子的咳嗽基本上可以归纳为这3大类。如果大家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欢迎咨询我们。谢谢大家。